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米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这期视频将提供一种完全免费的科学上网方法，而且完全无害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多多转发这个视频。明天就是404了，我想我们可以换种方式来纪念一下，给 Great Firewall 添点堵。应对一个不自由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自由，以至于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反抗。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没有软路由，该如何科学上网呢？在办公室里想查点资料，难道要去度娘？不怕死的尽管去。办公室上网不方便，总不能一直拿着手机看。想看油管怎么办？想刷 Twitter 又怎么办？今天咱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吹大话，实测看个油管 720p 还是问题不大的。不废话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TOR， 利用网桥来实现科学上网。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没听说过 TOR。TOR 是洋葱路由器的缩写，之所以使用洋葱这个名字，是为了反映 TOR 通过将数据包装在多个加密层中，如洋葱一般来保护其数据的方式。TOR 官方也发布了自己的 TOR 浏览器，想了解更多的，视频下方贴出了官网地址，请自行查看。更多 TOR 的原理，这里就不过多的解释了，想要了解更多的，就去 Google 一下。其实 TOR 最大的作用是隐匿自己的上网行踪，保护隐私，而不是科学上网。但是普通人其实也没有太大隐匿的需求，那咱们就拿 TOR 来科学上网好了。是不是真的能看油管 720p？ 试一下就知道了。第一步，先查看一下我的这台主机的 IP 地址，并在 OpenWRT 系统中将上网模式设置为不代理。经过查看，我的这台主机 IP 地址为 10.10.10.195， 打开 OpenWRT 管理网页，在访问控制中添加该 IP 地址，并设置为不代理，点击保存并应用。回到浏览器，输入网址试一下，可以看到现在是能正常打开墙内网站的，但墙外网站是无法访问的，证明刚才的不代理设置已经生效。第二步，下载准备好的 TOR 的工具，打开该文件夹，找到 TOR Start， 双击启动，等待命令行自动运行完成，出现 Done， 就成功启动了 TOR 工具。如果无法启动该工具，那就是系统中9050端口被占用了，需要去关闭相应软件。TOR 科学上网需要使用9050端口，查找9050端口被哪个软件所占用的命令行已放在了视频下方，需要的话请自取。第三步，回到浏览器，这里推荐使用谷歌 Chrome 浏览器，并安装开源软件 Switch Omega， 配合 TOR 实现科学上网。这里默认已经安装好了 Omega 软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去 Chrome 应用商店安装一下就好，很简单。当安装好了 Switch Omega 插件，会在浏览器地址栏右侧出现一个小圆圈的图标，点击小圆圈，选择选项，进入插件设置界面。这里讲解一下如何在 Switch Omega 中创建一个代理服务器，并配置自动切换联网模式功能。选择左侧情景模式下已有的 Proxy，更改右侧代理协议为 SOX 5，代理服务器地址为 127.0.0.1， 代理端口改为 TOR 使用的9050。点击左侧应用选项按钮。如果需要创建其他代理服务器，操作也基本相同。接下来点开左侧情景模式下的 Auto Switch， 先删除2个用不到的条件，点击下方添加规则列表按钮，添加提前准备好的规则网址，更改规则列表格式为 Auto Proxy， 在上方情景模式下更改默认情景模式为直接连接，按照规则匹配改为刚才创建好的 Proxy， 确认更改无误，点击下方立即更新情景模式按钮，点击应用选项按钮，等待规则更新完成，就完成了代理服务器及联网模式自动切换功能的设置。点击地址栏右侧 Switch Omega 图标，切换模式到 Auto Switch。如果选择刚才创建的 Proxy， 则为所有联网都通过 TOR 代理进行。另外，更新联网规则列表需要在科学上网状态下进行。
如果一台完全无法科学上网的电脑，可以先使用 TOR 达到科学上网的目的，然后再设置自动切换功能。当小圆圈图标中间显示为绿色，就成功应用了刚才创建的 Auto Switch 模式。第3步，重头戏来了，看看使用 TOR 进行科学上网，到底能不能顺利观看油管 720P。 回到浏览器界面，打开油管，随便点开一个视频，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。打开速度可能会有一些慢，毕竟这视频流量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你的电脑。点开详情统计信息，速度不算快，凑合。再看一下视频右下角设置，画质为自动 720P， 没有卡顿，效果还不错。免费看 720P 任务达成， Twitter、Facebook 啥的更没问题了。第4步，从哪里得到网桥信息？能得到网桥信息的途径有很多，这里给出一个网址可以免费获得网桥，那就是 BridgeDB 网站。打开该网站，这个网站不需要翻墙，而且可以重复获得大量网桥。点击直接给我网桥按钮，输入验证码，一次可以得到3个网桥。点击选择全部，复制下来。很明显，网桥信息中前半部分是 IP 地址加端口，而后半部分则是网桥的 key。但这3个网桥不一定我们都能用。打开 CMD 拼一下试试，一般延迟300左右都是可用的。虽然官方解释说拼不通的也可使用，但我们只留下可以拼通的网桥即可。回到 BridgeDB 网桥页面，在下方高级选项中点击获取网桥按钮，可以得到2个 OBFS4 网桥，同样拼一下，保留可用的。这里显示的是一次可以获得的5个网桥中留下来的可以拼通的网桥。第5步，如何将网桥信息添加到 TOR 工具中？打开 TOR 文件夹，找到 TORRC， 双击用记事本打开，将刚才获得的网桥信息复制到该文件里。格式需要与已有的 Bridge 保持一致。保存即可，就成功添加了新的网桥到 TOR 工具中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 TORRC 文件里的网桥信息不需要太多，保留5、6个使用效果比较好的就可以，多了反而效果不好。更多可用网桥信息、网桥出口设置及网桥如何测速，请加入电报群获得。采用 TOR 工具来进行科学上网，上网的速度和单独的 VPS 来比肯定差很多，但是这种方法完全免费且永不会失效，留个备用也是好的。都油管 720P 了，你还要啥自行车？办公室里用用肯定是没问题的，所需要的工具及文件可以在我的网盘中下载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苏米的频道，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订阅哦，谢谢大家。